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之前呢，想跟大家先通报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呢是来自于穿越大唐旅行社面首之旅项目组，说自从面首之旅这个旅游产品推出以后呢，报名者非常的踊跃，该项目已经取得了不出意料的成功。为什么说是不出意料呢？这是因为该旅行社以前推出的几个历史上负面人物的穿越活动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像类似于奸臣奸宦毒妇括号必须是美丽的。曾经有一期推出了贾南风7日行，但是呢报名者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贾南风实在长得太寒碜了。而前不久推出的潘金莲7日行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就不禁让天下做丈夫的后脊梁冒汗，双腿发软，心里没底。反面人物的穿越之情通常都是比较成功，而正面人物像前段时间推出的端午节我要做屈原7日行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为什么反面人物的穿越行如此受欢迎？我觉得呢，可能是因为这世界上毕竟还是好人多，所以呢，大家都是好人，没有机会做坏人，所以呢，就想穿越一把，体验一把另类的人生。当然了，肯定也有一些人呢，本来心地是挺坏的，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所以呢，可以借穿越之机，让自己好好的坏一把。这应该也算是终于做回自己了吧。虽然说反面人物的项目呢，通常运转的比较好，但是呢，也有例外。问题呢，主要出在穿越过去的时间节点上。比如说有一对夫妇不知道怎么想的，买了一期秦桧王氏7日行，想好好的过一把奸臣奸妇之瘾，但是可能是地陪方面没有安排好，把他们穿越过去的时间节点和地点定在了越王庙前。所以这夫妇二人过去以后就一直在越王庙前跪着，一直跪了7天。这7天里最大的收获就是背熟了2句诗，叫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回来以后这个客户就投诉了。还有一位朋友不知道怎么想的，想穿越到大明正德年间做一回宦官，他买了大宦官刘瑾的3日行。刘瑾那时候是权倾朝野，而且呢是通过各种手段大敛财物，所以呢这位朋友呢也算是豁得出去，就买了刘瑾的3日行。可是不巧的是，也是在时间节点上出了问题。他穿越过去的时刻正好是刘瑾被正德皇帝判了凌迟，绑赴刑场的时候。他刚穿越过去就开始剐第一刀。刘瑾总共被剐了3357刀，总共被剐了3天。这位朋友呢是一刀没落，一天不少，剐完最后一刀正好3天，他也该回去了。您还别说，人回去以后倒是显得清瘦了许多。这次面首之旅的报名活动呢，还呈现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价格越贵的面首，报名的人越多。那么谁是那个价格最贵的面首呢？这个人呢，既不是二张，也不是薛怀义。这个人呢，名叫崔实。说起来真是一分价格一分货。这个货呢，不是这个人呢，他确实值这么多钱。从他的经历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面首做到他的这种程度，也算是达到了顶级了。而且他不光是做面首，还做宰相，还做无间道，而且还不光做一个人的面首，还同时做好几个人的面首。所以说他是面首中的元首，实不为过。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崔实的故事。通过崔实，我们就可以了解在神龙政变以后又发生的那几起政变。崔实是出身于5姓7望之一的柏林崔氏，他的祖父崔仁师曾经是唐太宗时期的宰相。崔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显示出了不俗的才华，2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考取了进士。大家知道，在唐朝有一句话叫50少进士，30老明经，就是说你50岁的时候能考上进士，还算是年轻的呢。
他20多岁就考取了进士，可以说是风华正茂，前程无限。崔实不仅有才华，而且是一表人才。史书上对他的记载用了3个字，叫美姿仪。他后来迎娶的夫人崔唐氏，也是远近闻名的美人。那时候的崔实刚刚开始他的仕途，虽然说当时只是担任一个纵七品的左补阙，但是呢，这个位置呢，因为离皇帝近，所以晋升的机会非常多。以他的年龄和资历，能够担任这个位置，已经算是殊为难得了。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只要假以时日，依靠柏林崔氏的庞大的关系网以及他自身具有的才华，位极人臣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但是这个崔实呢，偏要走捷径。最初啊，他是得到了武王之一桓彥范的赏识。所谓武王，就是当年发动神龙政变逼武则天下台的那5位朝中的大臣。后来唐中宗李显继位以后，就把这5位大臣都封了王。桓彥范是看中了崔实的才华，所以呢，就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让他作为卧底去接近武三思，刺探情报。按理来说，武则天下台以后，作为他的侄子武三思应该会受到清算，但是情况恰好相反。唐中宗李显继位以后，意识到了他自己的实力非常的薄弱。朝中呢有5位大臣，也就是武王掌握着朝政。在自己的李氏家族中，太平公主和当时的相王李旦势力也是愈加的壮大，而唯独自己这个皇帝实力就显得薄弱了很多。所以呢，当时李显就采用了2个办法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一个办法呢，就是提升他的皇后韦皇后在朝中的地位。这个办法很像当年的唐高宗李治提升武则天的地位来压制长孙无忌。不过韦皇后这边呀，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韦皇后的娘家已经没什么人了。当年李显第1次登基的时候，没过多久就被武则天赶下了台。那时候受株连的同时也包括韦氏的家族。韦皇后的父亲韦玄真被发配到了一个边远的城市，很快就郁郁而终。而韦皇后其他的家人，她的母亲、妹妹以及4个兄弟被贬到了当时的钦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境内。那个地方是贫瘠落后，当地的一个部落首领叫宁城，他看上了韦皇后的妹妹，想要纳为妾，遭到了韦皇后母亲的坚决反对。宁城一怒之下就杀了韦氏的全家，包括韦皇后的母亲和她的4个兄弟，她的妹妹也被强娶为妻。所以基本上韦皇后的直系亲属在这次落难中已经被杀光了。后来唐中宗李显登基以后，为给韦皇后报仇，居然杀了宁城的全族，从老到小一个不留。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宁城杀了韦氏的家人，你找宁城报仇就可以了，你何必要株连这么多人？此种行为又岂是一个皇帝所为？简直就像一个黑帮老大。韦氏家族的力量不够，所以中宗李显又盯上了武氏家族。而武氏家族在武则天下野以后，也正在寻找新的靠山，所以中宗李显和武三思算是一拍即合。武三思依旧得到重用，这一点呢是大大出乎武王的预料。所以呢，桓彥范就让崔实去到武三思的身边工作，顺便刺探一下武三思的动向。崔实是个非常善于投机的人，他很快就发现中宗李显对这武王是处处提防，而对武三思倒是信任有加。很明显，从长期发展来看，武三思更有前途。所以他很快就忘记了他对武王的承诺，真心实意地归顺到了武三思这边，成了一名无间道或者叫双面间谍。但他的心是向着武三思的。武三思从崔实那里了解到了武王的一些动向，后来就捏造了一些罪名，让唐中宗李显把武王贬到了远远的岭南。崔实这时候不惜落井下石，他向武三思建议说，这武王到了岭南地区依然是不安全，最好是杀掉他们。而且他还向武三思推荐了自己的一个亲戚，叫周丽珍的，这个人以前和武王有仇，
他建议让这个人去岭南去处死武王。这个周丽珍到了岭南以后，是用最残忍的手法杀死了武王，也算是解了武三思和崔实的心头之患。由此啊，崔实就得到了武三思的赏识，把他的官职也升到了中书舍人。当年志得意满的崔实在行经天津桥的时候，曾经口吟两句，叫“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当时在他后面听到他吟诗的张悦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说此句可笑，此味可得，其年不可及也。意思呢就是说，这两句诗我能写出来，他的官位也可以得到，但是以这样的年龄能做到这一切，是我万万不及的呀。顺便说一句，这位自叹不如的张悦后来成为了开元期间的一位著名的宰相，而那时候的崔实连个人渣都找不着了。崔实作为武三思的心腹，经常出入武三思府，这样呢，他就认识了武三思当时的情人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在神龙政变中立有大功，唐中宗李显继位以后，就封他为昭容。这并不是说中宗李显把他纳为了自己的妃子，只是因为上官婉儿做女官已经做到了最高的级别，所以为了提高她的品级，就封其为昭容，这样她就是正二品。在最近2014年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铭中，还最新发现上官婉儿还曾经做过唐高宗李治的才人。当然了，她和唐高宗李治之间也是有名无实，只是挂着一个妃嫔的名分。恐怕那时候也是武则天想要提升她的品级，所以就给了她一个五品的才人。唐中宗李显明显的是更大方，也是鉴于上官婉儿在神龙政变中所发挥的作用，所以给了她一个正二品的昭容。应该说，上官婉儿最后还是背叛了对她给予最大信任的武则天。虽然说她也是出于无奈，毕竟武则天那时候年事已高，而已经无亲无故，在朝中又没有有力靠山的上官婉儿，这时候一定要寻找新的靠山。所以在神龙政变之前，他就靠上了太平公主；神龙政变之后，他又靠上了武三思。当然了，和武三思两个人应该说是互相依靠。上官婉儿见到了崔实以后，也是为他的才华和外表所吸引。两个人起初的时候还只是在文学方面相互的交流，毕竟二人要么是才子，要么是才女。但是很快这样的交流就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崔实呢也看上了上官婉儿在朝中的实力，所以也就心甘情愿地做了上官婉儿的面首。这时候上官婉儿应该是41岁，崔实33岁。而武三思的年龄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应该比他们俩都要年长许多。崔实呢也是一个很无私的人，他相信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呢他把他的3个兄弟也推荐给了上官婉儿，他们兄弟4人一起侍奉上官婉儿。这样呢就使崔实能够腾出精力来进一步开拓他做面首的市场。通过上官婉儿，他又和安乐公主、韦皇后，甚至是太平公主都建立了这样一种不清不楚但是明明白白的那么一种关系。不仅如此，在唐隆政变以后，李隆基在政坛上异军突起，崔实也看上了李隆基的发展潜力，所以他又把自己的貌美的妻子和2个美丽的女儿都送给了李隆基，让他们成了李隆基的玩物。在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布局以后，崔实应该觉得自己这一生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了，不管哪股势力上台，他都可以高枕无忧。那么他真的能够如愿吗？说到这儿啊，我又不禁要发一些感慨。人呐，有时候贵在知足。像崔实这个人，和他一样出身名门的有，但是可能没他那么有才华；和他一样有才华又出身名门的也可能有，但是又没有他那样一表人才。可以说老天待崔实不薄，能给的不能给的都给他了。
如果他能够知足，那么他应该和他的爷爷崔仁师一样，有一个不错的前程，或许还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宰相。但崔实这个人呢，偏偏是不知足，非要把自己永远的放在快车道上，而且是不择手段。我记得诸葛亮在《诫子篇》中曾经写过这样2句话，叫“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说呀，人不要太浮躁，不要急功近利。另外，唐伯虎在《桃花庵歌》中也是这样写道：“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居功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去，酒盏花枝贫者圆。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些呢，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其实知足本身就是一种智慧，而长乐是一种境界。以前啊，人们常说要战胜自我，要征服世界。其实你真的战胜了自我，那到底赢的是谁呀？肯定不是你，因为你已经被战胜了。那赢的又是谁呀？如果是你的话，也肯定不是真实的你，更别说那个所谓的征服世界了。什么战天斗地，人定胜天，每一次都会造成人类的劫难。所以啊，还是后世的某一个人说得好，努力不一定成功，不努力一定很舒服。当然了，这话是一句玩笑，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能够做到和生活过得去，和世界合得来，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又端出了几碗过期鸡汤，让诸位见笑了。崔实即使是这样布局，也没有保证自己的一生荣华富贵。由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的专权，激起了当时唐中宗李显的太子李重俊的不满。因为李重俊是庶出之子，安乐公主呢是嫡女，所以呢他一点没有把李重俊这个太子放在眼里，经常的呵斥他，还称他为奴。安乐公主还想自己做皇太女，这些呢都使得李重俊觉得自己的地位不保，于是他就抢先发动了政变，这就是历史上的重俊政变，又叫景龙政变。这次政变充分说明了政变是一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李重俊虽然杀死了武三思和他的儿子武重训，武重训呢就是安乐公主的夫君。那时候带着安乐公主和武延秀送给他的绿帽子正暖和的时候，就被李重俊杀掉了。李重俊还想去杀上官婉儿，但是因为他事先并没有计划好该怎样对付他的父亲李显和韦皇后以及安乐公主，他针对的只是上官婉儿。结果当李显他们出现的时候，李重俊就乱了阵脚，最后自己也被他的下面的军官所杀。重俊政变以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进一步的掌握权力，这也引起了朝中上下的强烈不满。那么唐中宗李显为什么对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一味的纵容呢？这是因为当年李显被贬至房州的时候，每天的日子过得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他的母亲武则天会派人来杀他。安乐公主是在他们被贬的途中出生的，当时呢，因为条件很差，安乐公主出生的时候呢，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东西来包裹她。中宗李显就脱下自己的锦袍，把安乐公主裹了起来，所以安乐公主的小名叫李果儿。经过那段艰苦的岁月，唐中宗李显和韦皇后以及安乐公主三人可以说是患难与共。当时李显也向韦皇后承诺，将来如果我能够重新得势的话，我会满足你要求的一切事情，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宗登基以后，对韦皇后和她的女儿安乐公主是言听计从，可以说这是一种补偿式的溺爱。但是呢，可能也是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做得太过分了，慢慢的也引起了唐中宗李显的不满。韦皇后、安乐公主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二人就计划杀死李显。
韦皇后和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以及上官婉儿太平公主一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也不是非常的环保，不是省油的灯。她除了和崔实有染以外，和武三思也是关系暧昧。除了这两个人以外，她还非常关心工作在中宗李显身边的那些同志们。所以曾经的宫中御医马秦克以及厨子杨军都成了韦皇后的马首。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这两位担心他们与皇后偷情的事情被中宗发现，所以在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的配合之下，两个人就在唐中宗李显所吃的汤中下了毒。中宗李显喝完汤以后毒发身亡。唐中宗李显驾崩以后，韦皇后放着唐中宗李显年长的儿子不用，偏偏要扶持年幼的李重茂登基，以便进一步的把持朝政。韦皇后这个好梦实在是太不长久了。在同年同月，也就是公元710年的6月份，在6月20号的晚上，天有异象。据史书记载，象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就是说那一天爆发了流星雨。不知在下流星雨的时候，李隆基和太平公主是不是许下了什么愿，也不知道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又许了什么愿。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双方只有一方的愿望得以实现。在这一天晚上，太平公主与李隆基联合行动，杀死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可怜号称大唐第一美人的安乐公主，在知道自己无处可逃的时候，倒是安静地坐下来，一边梳妆一边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可惜啊，进来的这个禁军士兵是一点不解风情，还没等到安乐公主梳妆完毕，让她能够有幸看一眼这绝世的容颜的时候，就急不可耐地一刀劈下，安乐公主身首异处。当时和韦皇后关系甚密的上官婉儿并不惊慌，因为在之前由她草拟的一份遗嘱是让相王李旦来辅佐朝政，这也被上官婉儿视作是他向李旦集团投出的橄榄枝。况且还有他的闺中密友太平公主的帮忙，他相信自己能够像以往的那些政治风暴一样，这一次他也能够安然度过。但很可惜，这次他碰到的是李隆基。李隆基看了上官婉儿给他出示的他草拟的圣旨，但是丝毫不为所动，还是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上官婉儿。从日后的事情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一来可能是李隆基看不惯上官婉儿一贯的官场作风，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是他想砍断太平公主的羽翼，因为他不希望将来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联合在一起。上官婉儿被杀以后，崔实自然也受到牵连，所以就被贬到了外地。但是没多久，依靠他当年与太平公主的关系，他又顺利地回到了皇宫，甚至又坐到了宰相的位置上。那时候朝中总共有7位宰相，有5位都是太平公主的人。唐隆政变以后，相王李旦继位，就是后来的唐睿宗。没过多久，他就把皇位禅位给了居功至伟的他的3子李隆基。李隆基虽然如愿当上了皇帝，但是当时朝中的大权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别说太平公主的人在7位宰相中居其5，就是他的老爸唐睿宗李旦也没有把权力完全的放给他。3品以上官员的任免还是要通过太上皇来决定。所以唐玄宗当皇帝以后，最初的日子一点过得不舒心。而这时候的崔实也把自己紧紧地绑在了太平公主的战船之上。他相信李隆基绝对干不过太平公主，注定将成为一个过渡性人物。所以尽管李隆基曾经多次向他抛出橄榄枝，希望能够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但是崔实都是不为所动。甚至在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的前一天，李隆基还让崔实的弟弟，当时自己身边的毛氏崔成来劝崔实能够加入本方阵营。
当时崔成是非常认真地跟崔实说哥哥，这次你一定要如实地向陛下禀报，不可有任何的隐瞒。结果崔实还是依然故我，他坚定地相信最后的胜利者肯定是太平公主。算他倒霉，这次他碰上的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唐玄宗李隆基。公元713年，李隆基发动了先天政变，这一次他针对的就是他的姑姑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猝不及防，只好逃往了南山寺庙，3日后被军士捕获，赐死于家中。所谓树倒猢狲散，太平公主的党羽是贬的贬，杀的杀，崔实也不例外。他还算幸运，没有当时被杀，而是被贬往了外地。在离京途中，崔实并不是特别紧张，他还跟他一位同时被贬的官员说你们被贬了就没有希望了，而我还能够回长安做官，因为我的弟弟跟皇帝陛下的关系非常的好，他到时候一定会帮我一把，所以你们就赶紧启程吧，我呢慢慢来，因为可能过不了多久我又要被召回去了。他非常笃定，还有一纸将他召回的诏书也会如期而至。确实如他所料，他又收到了一份诏书。不过可惜的是，这不是要召回他的诏书，而是要他去死的诏书。在后来的调查中，唐玄宗发现了崔实曾经与宫中的一个姓袁的宫人密谋，要在唐玄宗长期服用的药里下毒，要毒杀他。这次谁的人情也不管用了，李隆基一纸诏书迫崔实自缢于途中的驿馆。这位曾经左右逢源、面首中的元首崔实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只有41岁。现在大家可能知道为什么面首之旅中崔实的价格是最贵的，因为他经历了除神龙政变以后的4次政变，他曾经做了朝中最有权势的几个女人的面首。崔实出身名门，又中了进士，相比于其他几位面首，崔实呢是一个文人。在任何时代，人们对文人的道德标准都要看得更高一些，所以当他把自己的节操撒了一地的时候，更加的令人齿冷。所以说呀，文人呢还是应该保留文人的风骨。就像宋代的一位诗人写的这2句赞美菊花的诗：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